好像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，好那个人生哲学跟人际互动的关键有没有？异中求同，还记得吗？啊，我要赢，我嘛无要让你输。啊，我是对的，啊你嘛没错。好，我要让你赢，可是我也没有输。可是我要赢，我也不让你输。我是对的，你也没有错。好，因为以前我常讲，我们常会跟别人争对错、争输赢。那争对错、争输赢，就是我要么就是我对你错，要么就是你对我错。那你对还是我对，总有一个人错嘛。那不管错的是我还是你，难道你错我会更高兴吗？难道别人错你会更高兴吗？各位，不会的。人跟人的争吵，夫妻的争吵，好，各位，难道你是一个主管，你的下属一直错，一直错，一直错，你会很高兴吗？你神经病哦！你当然会希望你的下属也是对的啊，因为你的下属越对，他就越有自信，他就越能帮公司做好事嘛。那比如说夫妻，各位，他都是你对，你太太都永远你太太错，那你娶一个永远会犯错的太太，那你不是神经病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在讲怎么去寻求，我要赢，我也不让你输，我是对的，你也没有错。好，所以常常要别人认错，这个过去的观念行不通了。你越跟他说他有错，他越告诉你我哪里有错，我又没有错。那如果我有错，难道你没错吗？各位，这几句经典的话就是吵架的开始嘛，永远都是这样吵架的。因为各位，你想想看，我是对的，你也没有错，那他怎么跟你吵？你怎么跟他吵？好，我赢，你也没有输，那有什么好在那边生气的？好，所以你如何把你的整个沟通上往这样的方式？那我一直建议各位，从你最亲近的人开始，从你最常起冲突的人开始，因为在你最常起冲突的那个亲情关系里面、人际关系里面，你去注意，里面一定有很强的所谓的 power struggle， 要分谁对谁错，有没有？要分谁输谁赢。完全能够了解赛斯那句话，一个能够打从内心肯定自己的人，你就能够肯定别人；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人，你就永远跟别人在争吵中。好，所以原来很多的吵架冲突，其背后是没有真正的肯定自己，根本跟谁对谁错无关。好，所以各位，你们去观察，你们跟周遭的人，你们的亲人。好，当这个东西是不断的吵架冲突的时候，它里面一定有一个部分是这个人他打从内在他不能肯定自己，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，我才跟你论对错啊。我不能肯定我自己，我才要让你觉得你是错的啊。如果我很清楚我是对的，很清楚我是 OK 的，那么我不会去跟别人起这么大的冲突。好，我以前跟大家开玩笑讲过嘛，说那之前有些人啊，比如说他说许医师，我想跟你辩论赛斯。好，你要辩论啊，证明赛斯是对的，我就一句话跟他说：你赢了。他说：就这么简单，连辩都不用了。我说：对，你赢了，因为我喜欢给你赢。我介意，让你赢的感觉。你猜输不？啊，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我无介意输的感觉，对不？因为我知道你无介意输的感觉啊，所以我就要让你赢。哦，各位，是我让你赢，我较厉害，还是我让你输，我较厉害？各位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以后在争对错的时候，你很简单，让你对，我让你对。各位，你来这个手势要比出来哦。我让你对，我让你们通通对。各位看到那个表情了吗？哪一种人才能我让你对，我让你们通通对？对自己心很安的人，有没有？对自己内在很肯定的人，我让你对，我让你们通通是对的。各位，你们为什么笑那个样子？是啊，还是很费力的是，你们通通是错的，我才是对的，你们通通不了解我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那个辛不辛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让你赢，哇，我还让你赢呢，你看，我让你赢呢，哦，我要跟你对呢。哦，各位以后吵架，你循着这个原则，一吵架就说啊，你是对的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是对的，一吵架就啊，你赢了，一吵架就我让你赢，因为吵架永远在争个对错跟争个输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让他赢，你看你多厉害，
我有材料互你赢呢，啊，我唔惊互你赢呢，啊，我互你赢，啊，我嘛无输呢。哦，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心灵的能量？有无？我互你赢，但是我无输，因为我嘛无介意输的感觉啊。我跟你赢，可是我并没有输。各位，那就是心灵的丰富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当你们心灵慢慢丰富起来了，你们真的跟周遭的人的互动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。好，尤其是我刚刚讲，你互伊赢还得尴尬，有无？我互你丢，你看多好。好，不是在那边互相指责，因为永远吵架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嘛。啊，两个切入点不同嘛。对啊，那你怎么论个输赢？各位，那个争吵是会纠缠一辈子的，因为每个人都看到自己对的地方。其实是因为每个人自己内在都有他自己的委屈，有没有？你希望，我希望你看到我的委屈，可是对方也希望你看到他的委屈，有没有？对呀，在你没有看到我的委屈之前，我也不愿意看到你的委屈。可是各位，如果你自己的内在有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成长跟肯定，其实很多事情就开始化解了，好不好？风赛斯的命我主。